人类或将于100代之后灭绝，这或许是史上最令人绝望却最有科学依据的末日版本。与灾难无关，而是人类自身的基因正在走向衰败。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呢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们还有办法挽回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人类毁灭的可能性有很多种，比如小行星撞击、外星人袭击、极端气候降临、核战争以及人工智能造反等等。针对这些问题，人类也一直在进行监管和预防，以免灾难来临时人类毫无准备。比如，人类针对小行星撞击进行的太空监测，针对气候签订的各种气候协议，针对人工智能进行各种限制和约束，甚至建造了挪威全球种子库，确保灾难后人类文明能迅速恢复。然而，在千万种毁灭的可能性中，有一种灾难是目前的科技水平难以预防，那就是基因毁灭。2019年，网络上出现了一篇论文，上面阐述了人类的哮喘、局限性肠炎、糖尿病以及多种肥胖疾病正在明显增加。这其实很容易理解，毕竟人类生活条件更好了，有能力追求更舒适的生活，对饮食也更加肆无忌惮，从而导致某些疾病上升。再比如近视、痛风、腰椎间盘突出等等也在持续增加，这也是因为人们用眼过度或者某种广泛的职业病导致。不过，在这些后天原因影响的同时，基因也为这些病因的形成添了好几把火。有科学家表示，人类基因正在变得越来越差，甚至已经进入快速衰败阶段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他们认为，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，人类的生活质量有了巨大提升，生存环境和医疗环境更是比祖先们有了几十倍的提升。这种变化让曾经很多足以致死的疾病在现代却能够得到控制。这样一来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就渐渐在人类身上失效。就算是还存在携带致病基因的人，也是小部分，而且生存的概率也会比较低。不过，如今由于医疗条件和生存条件的改善，很多携带有害基因的人也能够保持正常的生活和繁衍。比如那些携带T型糖尿病基因的患者，以往这类人群的生命周期会比较短，但现在已经能通过终身使用胰岛素过与正常人无异的生活。如果他很有钱，他的生活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好。再比如一些艾滋病患者，以往的生存率和生命周期都非常低，但如今经过各种治疗，也能大大延长寿命，最久的甚至活到了70、80岁，与健康人群的寿命无异。这是现代科学进步给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。但同时，也有很多人开始担心，这种患病过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会对人类整体产生什么影响？同时，环境质量、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对人类整体基因的负面影响，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？有科学家认为，这是一条自掘坟墓的道路。那么这一问题是否有解呢？人类基因还能坚持多久呢？这或许是最令人束手无策的末日版本了。科学实验发现，人类基因正在走向衰败。有人认为，在传递100代之后，人类将彻底灭绝。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呢？科学家们曾对老鼠、蠕虫以及其他动物进行实验，他们发现，在去掉自然选择之后，这些动物的基因质量会变得越来越差，包括身体素质、健康状况、灵敏性等等都会出现明显降低。这种情况就被称为基因衰败。一旦自然环境出现较大的波动，这一物种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。后来，生物学家詹姆斯·克罗在经过研究后发现，人类身上的有害基因突变已经在大规模影响人类繁育能力。当代人生育率降低，除了生育意愿变弱之外，也是因为不孕不育的比例增加。从每年试管婴儿比例的增加，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问题。目前，基因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只有1%到2%的速率。如果情况继续下去，影响将会越来越大。届时，人类能否繁衍到第100代，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其实，对于基因的衰败，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，他就是英国著名学者约翰·霍尔丹。他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，那就是把携带有害基因的人筛选出来，禁止他们繁衍后代。真的很难相信，这种与人道主义相违背的观点，竟然会出自一个科学家之口。不过，霍尔丹不仅只是做了一个猜测，他还真的做了一个实验。但在随后的实验中，约翰·霍尔丹却遇到了难题。霍尔丹选择用牛群来进行实验，他希望知道在经过多少筛选后，才能让牛群的基因保持健康繁衍，并将有害基因的牛剔除。然而，在实验进行一段时间后，他发
发现，牛的繁衍周期太长，试验进度太慢，大部分牛都无法被淘汰。这样一来，就必须让所有牛都参与繁殖，否则种群数量就会不够，也就是没有办法延续后代。但如果这样做，就很难将携带有害基因的牛挑选出来，不让它们参与繁衍。如此，约翰·霍尔丹陷入两难境地：一方面要补充牛群数量，另一方面还要剔除有害牛群，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。这时候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牛疯狂生育。后来，日本生物学家木村资生继续这个研究，他以人类基因样本作为基础数据，经过大量计算后，他发现，想要在保持健康基因的同时剔除那些有害基因，需要每个人生育327万个孩子。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兼顾这两点，让人类基因完全健康的繁衍下去。很显然，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按照这两位科学家的实验推测，人类似乎最终只能走向基因衰退。但霍尔丹和木村的实验思路都是有漏洞的，他们所谓的有害基因并不全都是天生的，很多病变基因都是后天形成的，源自人类糟糕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以及一些精神压力。所以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，这才是难题症结所在。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，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了：即便未来没有其他灾难，人类似乎也很难永远延续下去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不过就在人们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木村资生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，让人们看到了希望。人类的灭绝或许与核战与任何灾难都无关，而是一种注定的结局。这并非信口雌黄，而是科学家们的警告。因为人类的基因衰败已经成了现实，那我们还有机会扭转局势吗？现代人的基因已经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健康。不过，日本科学家木村资生认为，虽然很多有害基因能被传递下来，但这些有害基因都是能够被人们控制甚至治愈的基因。这些基因的突变在以前可能是恶性的，在现代医疗条件下，或许应该被归类为中性。那些真正的有害基因，像是癌症之类的绝症，它们依然无法逃脱自然选择的法则，很难繁衍下来。所以说，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、科技水平的发展，只是扩大了中性基因的范围，将那些曾经属于恶性基因的对象放到了中性基因的范围中。所以他认为，人类不用为未来的基因衰败感到担忧，毕竟科技还在一步步的发展，人类一定可以找到解决之道。然而，即便有这种说法，人们依然感到十分焦虑，毕竟人类基因池中的有害基因越来越多，总不是一个好现象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有害基因的传递同样在增加人类基因池基因的多样性，而基因多样性的增加也会产生一些更健康、更强大、更有力的超级基因。古话常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，这种不卫生的观念不能真的相信，但是有一定的依据的，就是合理范围内的菌群是能够提升人体的免疫力的。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，有洁癖的人反而更容易生病。同理，这些所谓的有害基因，有些类似于科幻电影的变种人，可以让人类更加强大和健壮。所以有害基因的传递带给人们的可能有风险，但也可能会有回报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将风险尽可能的消除，而对于那些回报则加以利用和扩展，这样才能造福全人类。另外，前面提到的有人担心人类在100代之后灭绝，就算这个倒计时真的开启了，也不用太过担心。按照30年一代人来计算，我们至少也有300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。在科技大爆炸的今天，50年都能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更何况是3000年呢？就像你让1974年的人想象今天的生活，他们也无论如何都无法想到的。所以对于基因衰败的问题，我们不必焦虑。或许人类在未来可以完全掌握基因编辑的能力，想要什么样的基因就定制什么基因，到时候基因衰败可能就像头疼感冒一样，只是小意思了。当然，这只是比较乐观的猜测。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尽量规律作息和健康饮食，身体健康才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础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